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6月12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是由 YouTube 和这个 Clubhouse 的双平台直播。今天的题目比较长，非常的长，是我们有史以来最长的一个题目啊。这个题目叫中国浮世绘，末世惊情啊。那么盛宴进入了尾声，桌上一片狼藉，桌下一地鸡毛，有人内卷，有人躺平，有人离场，有人吃等下一道菜，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啊。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当今中国的浮世绘啊。当今中国就像一场无比风光的盛宴啊，主家席豪盛无比啊，非常豪盛，然后客人席也极其体面，做菜的、上菜的、打杂的、当闲的、看客都能跟着吃肉喝汤啊，门外有无数的乞丐等着扔出来的剩饭剩菜残羹冷炙啊。那么现在这个盛宴进入了尾声啊，厨房这个出菜越来越慢，客人都离席啊，都准备离席啊。Amy 来啦。抱歉，刚才网络有点问题，王老师。啊，没关系，我现在已经开始前面的部分，好吗？好的。OK， 我继续啊。现在盛宴进入了尾声，厨房出菜越来越慢，客人都等得不耐烦，开始离席啊。门外的这个乞丐开始起哄，场面有点难看，这个主人家脸上有点挂不住了啊。那么接下来会怎么样？这是一个比喻啊，我是说，中国就像一场盛宴啊，这场盛宴持续了10几20年啊，那么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啊。那么现实是什么？现实就是再过2个多星期啊，那么中共建党100周年纪念日就到。中共从今年年初开始为这个日子准备一场政治的盛宴。那么中共要通过这场盛宴展示它的强大和它收集来的忠诚啊。但是这些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中国的社会并不平静啊。第一，各地持续发生暴力事件，从幼儿园的血案到街头汽车冲撞人群，特别是进入5月啊，暴力事件非常的集中啊，非常的残酷。然后这个进入6月份，突如其来的一场高校改革，引发了大学生的大规模抗议啊。那么本来这些被改革的这些学生已经输在起跑线上，因为他们是学校里面的校中校的学生。那么现在要把这些校中校踢到什么呢？职业教育的行业，这些人当然要拼命的反抗。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今年有史上最大规模的高考学生进入这个考场的高考生有1078万人。另外，中国今年有规模最大的就业季，有909万毕业生和20万海归进入职场。中国今年有最严重的人口坍塌啊，正在上演啊。那么人口危机的这个灰犀牛越走越近，所以你可以看中国社会今年以来非常的不平静，这是第一。第二，中国经济的盛宴正在落幕啊，这个北上广深10几万一平方的房价掏空了中国人的6个钱包啊。然后中国经济越来越依赖出口和房地产投资啊，这就像什么？这就像贪吃蛇游戏啊，这个蛇的尾巴越来越长，最后这个蛇没有办法，只能反过来吃它的尾巴。国有经济的膨胀持续的扼杀经济增长的动力，中国市场本身正在开始失去吸引力。
成本的持续上升正在瓦解作为世界工厂的制造业，那么产业链开始逐步的外移，人民币汇率今年以来持续创新高，然后进入6月份，购汇高峰期来了，6月份到8月份是购汇期的高峰啊。那么这是第二，第三，中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统治工具——数字集权。那么这个局面啊，中共现在面对的这个局面，古今中外都没有过。为什么？因为中共极度的自信。中共极度的自信源自于两个源泉。第一个源泉就是中共现在掌握了前所未有的财力啊，这是他自信的其中一个源泉。第二个源泉来自于数字集权工具。这个数字集权工具，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它，它给中共了极大的自信心，因为它对人群的控制前所未有啊，前所未有。你比如说健康码，健康码对这个群众对人群的控制从来没有这么服帖过。说去打疫苗，马上在街上就看到了那些蜂拥而来的人群，因为它这个极端的工具没有办法，你不去打这个疫苗，马上不让你去进入各种场合，你哪都去不了。所以它非常厉害，就是集权工具，数字集权工具让中共非常自信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中共对外扩张，其中来自有什么？有这种自信心，这种自信心其实是来自内部的自信。很多人只看到了中国经济成长的给中共带来的自信心，其实更重要的是这种数字集权工具带来的自信心。那么这种自信心，习近平可以持续推动他的中国梦，包括国有经济啊、专制政权。现在我们见到最多的就是文革式的社会运动又开始发生了啊。那么在适当的条件下，文革会以某种形式，在某种场景卷土重来啊。它反映的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内核啊。那这是中共在过去30-40年当中一直非常谨慎小心的避免出现这个场景，这个场景最终还是出现了。什么场景？就是个人崇拜和高度集权啊。个人崇拜和高度集权其实是中共在经历过文革之后得出来的结论，就是这两点对中共本身会有极大的杀伤力。所以在过去40年，中共都内部非常小心谨慎的防止出现这种场景，但是结果还是出现。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标志性的这个局面是什么局面？就是说你要看中共的集权，其实不是看某一个人他权力有多大，不是的，因为个人的权力的大小不能反映这种权力的状态。中共的集权其实最反映的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个人的权利其实最核心的要通过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来反映出来。那现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极致的状态。就是改革开放是什么？改革开放就是放权，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放权，一放就放到底，然后就改革开放的在这个40年的进程当中，中央政府就开始不断的收权，收到现在，那就是已经到了一个极致的状态啊，极致的状态。这就反映了中央集权和个人崇拜结合到一起，你就可以完美的再次呈现了文革之前的中共的这个状态啊。
这是过去40年中共非常小心避免的一个状况，结果还是重现了。这是第三，就是中共又回到了原来的这个状态，只不过所谓的螺旋形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财力就是获得前所未有的财富，同时他又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数字集权工具，他手上握着这2样东西，他就非常的自信。然后中国人，大家知道，中国人大家就开始面临不同的生存状态，做出不同的回应第一个就是内卷就是996代表的内卷化的社会，残酷的压榨这个中国年轻人的青春和生命，这是一种状态996代表的内卷社会。第二个，躺平主义，回应这种状态的躺平主义拒绝再当韭菜，不工作，不买房，不结婚，不生娃，放弃奋斗，放弃挣扎，这是躺平主义但是来自广袤的农村仍然有前赴后继拼命改变自己命运的农民的孩子那么典型的就是张西峰的那个演讲就是我就是一只来自乡下的土猪，也要立志去拱大城市里的白菜那么然后无情的浪潮把老去的中年人抛弃在征途上，成为社会要迁的反面案例。这个情况在中国的社会越来越严重然后中国的老年人就是非常处于两个非常极端的生存场景，要么苦逼的为儿女继续奋斗到他最后的一刻，这是一种场景。另外一种场景就是没心没肺的唱红歌跳广场舞。中国的老年人处于这2种生存状态，极端的生存状态。然后今天我在推特上看见一个短视频，这就是在中老年手机里面传播的这个短视频，题目叫突然美国传来好消息，令人激动不已。什么呢？内容是疫情在西方国家爆发，谁也救不了，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安全岛，请将此视频转发出去，让更多的国人知道。这个视频是什么？这个视频就是中共拿来洗脑的短视频。这个没有商业机构会做这种视频，只有什么机构？宣传机构在做这种视频，在流传就是中老年人成为中共洗脑工程的重度消费者那么中共统治70年专制统治，令中国社会重回丛林法则时代那么弱肉强食，适者生存，道德沦丧。复旦大学教授王德峰他在一个讲座里面讲，他说现在的中国人面临了2个基本问题，第一个没有精神家园，第二个社会处在解体的边缘。最突出的体现就是信任危机个人对政府不信任，政府对个人也不信任，个人对个人不信任，个人对社会组织也不信任，社会组织之间不信任，社会组织对个人也不信任。这个社会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孙中山口里的一盘散沙而且这个散沙已经成为它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它最严重，以前中国的一盘散沙的个体是什么？家庭就是个人各扫门前雪，不休管他人瓦上霜，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散沙。现在的散沙是个人家庭内部也散沙，也不是互相信任，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以中国社会正在发生一件这种级别的状态。然后门外，西方国家开始从中国这场盛宴中退席，因为他们发现这是一场鸿门宴啊，中国要当这场鸿门宴的主角。所以你可以看，美国跟英国重新签了一个大西洋宪章。第一个大西洋宪章，美国跟英国签了大西洋宪章，美国跟英国联合起来对付纳粹德国。新的大西洋宪章，美国跟英国联合起来对付的是中国。然后七大工业国、七国集团啊开峰会啊，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核心聚集在一起，就算是疫情也要开会啊，讨论对付中国的事情。然后美国跟欧盟准备开峰会，也是讨论对付中国的事情。西方国家静悄悄的在一起合谋啊，准备掀桌子离场啊。现在中国的场景，我看我在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其实这个题目在我脑子里已经待了很长时间啊。就是在我们做上一个节目的时候，我就在想，中国现在的这个场景像什么呢？更像什么？我后来就想到了一个《红楼梦》，很像曹雪芹的《红楼梦》。两段话，一段话，如今人口日多啊，事务日盛，主仆上下都是安富尊荣啊，运筹谋划的竟无一个。那日用排场，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横倒，内囊也竟上来了。什么意思啊？架子还是那么大啊，架子还那么大，但是底就翻上来了啊，就是口袋老百姓的口袋肯定是掏空了，6个钱包拿来买房子了。这个央企这一带一路把央企的这个口袋也掏空了啊，然后地方政府搞基建搞了20-30年，地方政府这个口袋也掏空了，剩下中央政府有点钱，中央政府这点钱，你这边要准备打台湾，那边要对付美国，你也就差不多这些东西了。所以有句话叫什么啊？我就看到这个《红楼梦》12曲，金陵12钗有12个曲子，其中有个曲子讲什么呢？讲王熙凤。王熙凤给她曲子叫聪明累，很累，聪明很累，叫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最后一句就是太伤人了，呼啦啦是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一场欢喜忽悲心，叹人世终难定。这个很像谁？这个就很像中国，真的是机关算尽。所以我今天就把这个题目，我做一个这样的话题准备。今天我没有准备很明确的方向啊，我只是提供一个平台和场景。这个场景就是现在中国啊，盛宴开了10几20年啊，那么这个盛宴下来到现在，这个叫外面的架子虽然未横倒，内囊却也竟上来。你看各个地方工资发不出来，社保出状况，人口开始出现人口危机等等。那么我今天起了一个这个史上最长的题目啊，有人躺平，有人离场，有人吃等，就是有人内卷，有人躺平，有人离场，有人吃等下一道菜，都有各种状况都有。这是个浮世绘，这是一个现代版的《清明上河图》啊。在这个场景之下，我们来讨论一下中国未来会怎么样。
我们可以谈个人，我们也可以谈国家，我们也可以谈其他国家怎么看，我们当然也可以讲我们自己的感受，好吗？所以今天呢，我就准备一个这样的开放性的题目，这个开放性的题目没有既定的内容，但是我只是把这个平台打好，好吧？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啊，请大家坚守2点。房间里的网友呢，请注意，你们的发言尽量控制在1分钟，好吗？我们尽量的简短，把自己的观点归纳的稍微的精准一点。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今天呢，我们也不需要太集中来讨论题目，题目可以稍微放射点，可以讨论中国跟其他国家的关系，也可以讨论地缘政治，也可以讲经济，也可以讲社会，都可以。今天不限制主题，好吗？艾米，那我就先把这个 YouTube 平台上面的网友的一些观点，我先念一下，好吗？好的，那个 Clubhouse 小伙伴，如果对这个话题或者放射性的问题，可以就是先举手上来谈谈。好，谢谢。好，情绪，今天的中国社会状况正应了民主不能当饭吃，没有民主一定没饭吃。热爱这个国家的人都非常担忧它的未来和出路。是这样，这个情况老实讲，我觉得如果这有点像什么呢？这有点像你看的越多，你知道的情况越多，你就发现危险越接近。这个情况是这样啊。观点：现在减税降费其实没有多大优惠，可是随着财政越来越困难，转移支付也无法解决问题，地方政府终究还是会忍不住找私企要钱，杀鸡取卵，这才是有可能压死经济的最后的稻草。地方没钱又没办法自己收狗急跳墙才是最可怕的。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现在地方政府呢，我这样讲，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件事情，啪，把权力放给地方，然后呢，在过去40年，中央政府在不断的往回收，把财权、事权再往回收，把责任扔回给地方政府。所以呢，你看习近平上来以后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叫压实地方政府的权利，就压死，跑不掉，就是这样。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现在的情况是地方政府没有了地税局然后就是政府部门的收钱的空间已经收到最小，现在连卖地的收入都由国税局一起去收，各种税收基本上全部都由国税局去收，地方政府就剩下了交警罚款这一条路了。交警罚款还有一个什么环保罚款，交警、环保、消防这3个罚款地方政府还有，所以你可以看到未来交警、环保部门的罚款，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消防罚款会是地方政府的主要的，它可以松动的一个财政收入。所以未来一段时间，这个地方政府像疯狗一样去找这个企业，从企业那就去挖钱的这件事情应该是常态是这样。情况，现在大学教师上课的时候，不仅不能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还要加入思政内容，担心下面的学生会随时举报。大学如果变成这个样子那你怎么去鼓励创新呢？创新是什么？创新就是思想自由。如果你没有思想自由，你怎么可能有创新呢？提问，请问王老师，中国官媒开始抨击躺平文化，是不是没有方法对付无声的不合作运动？抨击当然就是你说你韭菜都不长了，那我上哪儿捡去对吧？就是这个问题，你薅羊毛，羊都不开始不长毛，你怎么去薅呢？所以抨击很正常，他一定要抨击的，这个他没有其他的选择。
情绪，王先生说老年人被洗脑的真是太真实了。昨天晚上和家人吵了一架，因为我姨妈本来在加拿大，居然为了打国产疫苗回国，隔离费花了6000多，这也就算了。后来广州疫情爆发，她居然能走不走留在广州。那是啊，中老年人基本上是洗脑的重度消费，而且是非常的坚定啊。原因是什么？原因有一种心态，这特别是老年人有一种心态，他得找个东西靠啊，他觉得啥都靠不住，还是中共靠得住，这种心态。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什么呢？理解成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一个重度患者，可以这么理解。观点：中国的问题就是文化的问题，小到家庭中父子之间，大到国家政府与人民之间，都体现了集权思想和帝王权术的深刻影响。虽然当年毛泽东的文化革命不可取，但中国这个区域确实需要文化层次的革命。文革是文化革命吗？当然不是啊。文革是一场政治运动，它只不过拿来叫文化大革命。你说的这个文化革命，可能跟毛泽东那个文化革命的政治运动南辕北辙，不是一回事吧？提问：中共知道他们的国产疫苗没有用，却大力推广疫苗接种。之前有地区为了完成指标，赠送各种油、大米等，一直有一种印象，中共根本不会为了百姓而去自掏腰包，但一直没想明白为什么如此积极的做假疫苗推广。为什么？两个原因，我分析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抗衡啊，美国天天讲他打了多少人，打了多少比例，欧洲在讲他打了多少比例，日本在讲他打了多少比例，就西方国家开始宣传他们要进入群体免疫，我们中国怎么能够落后呢？我们也得打，打那你怎么办？不管有没有用，打了再说。我们这个输仗不输势，气势不能输掉，这是第一个，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这打了大家心里踏实嘛？你不打，大家心里怎么踏实？这不管有没有用，先打了再说。打了大家踏实，踏实以后，其实中国人都不想打，没有人想打。但是呢，中国人又希望别人都去打。打完之后呢，群体免疫，我就不用打了。这是差不多大部分中国人都这么想。为什么都不愿意打？你最好你去打啊，有什么副作用我就不承担后果了。但是你打完之后，群体免疫，正好我合适了。这就是为什么政府用各种压力迫使老百姓去打疫苗。但核心的问题，这疫苗没鸟用啊，但是还要打，就这个原因啊。这就中国社会，其实疫苗这件事情非常反映中国社会的问题啊，就是没几个好人啊，讲到底就是没几个好人啊，就是政府不是什么好鸟，这个供应商这个就是混蛋啊，就本来你应该供应合格的疫苗，它这疫苗不合格没用，本来你应该能够进行这个保护大家不受感染，结果没用，我只能保护到你生病并不死啊，病没那么重，其他的我就不行。但是政府拿来吹牛，各种吹牛啊，老百姓呢也不是什么好鸟，我不打，你们都去打，最好是这样，就是全部一锅粥都在这里头啊，这就中国典型的场景。情况坐标上海，双语学校3年级的学生班主任给同学布置任务，要求每个学生劝身边的大人打疫苗，并且汇报给老师。OK， 情况现在虽然是中国给企业减免增值税，但是企业在报价的时候仍然把原增值税点算入到售价内，
等于企业因此多挣了国家减免的税点，有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等于在加价了，是吧？增值税减免嘛，增值税减免多少？全免嘛？我怎么没听说过呢？情况街道要求我爸在建党100周年上主席台说几句心里话，心里话是街道帮他先拟好，让他背下来。这样看来，那个衡水中学的张西峰稿子也是别人拟的，完全是宣传洗脑的需要。张西峰的稿子肯定是别人写的，那肯定张西峰写不了这样的稿子啊。那演讲不一定是自己写的稿子，可惜这次洗脑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演砸了。OK， 情况坐标天津近郊开发区，工业区领导5月份来找我们谈话，鼓励企业主一定要坚持干下去，不要轻易关门。聊了半天，工业区领导说，这几年咱们工业区的企业从领2000家到今天还剩下200多家，你们可一定要坚持下去。我很震惊，没想到倒这么多，这2年倒都剩下1/10了。观点，王先生，您刚刚谈到中国财政收入有很大的问题，在中国1线城市北京、上海也是一样，税收需要中央和地方分成，非税收是地方政府全部留下。中国其实一直以来没有逃脱黄宗羲定律，现在为了解决地方财政问题，大家都去挖掘财源，说白了就是挖墙脚。非税收当然全部都是地方政府了，地方政府当然有一部分的资源税是中央地方分啊，那么还有一些专利税也是中央跟地方分，甚至专利税是中央拿大头啊。地方政府呢，解决财政问题呢，现在能动的空间就不太大，能动的是城市，省政府就动不了。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其实最先躺平的是谁？最先躺平的是省政府，因为省政府已经没有权利了，省政府先躺平啊。观点，减免税项在中国没用，因为过一阵子基层官员又会立别的名目收费，变相增加税收，几千年来都是这样。你说错了，不是这样啊。现在地方政府没有增加税项的能力，为什么？因为就算你增加了税项，你也没有机构去收这个税，因为中央政府很毒，直接把地方税务局给取消了，合并了，所以地方政府没有爬钳子的耙子，爬钳子的耙子剩下什么呢？我刚才讲交警罚款，所以现在交警罚款非常疯狂，交警罚款、环保罚款，还有就是消防罚款，这些都是可以做的。除了这个以外，能做的不多了。所以减免税项是什么？是非常典型的，我请客，你会抄啊，就是中央政府做好人，我宣布减什么什么税啊，这个税呢就地方政府掏钱，减的全是地方政府的税。提问，请问王老师，地方政府为了解决财政问题而向企业收割，要是企业都被收割完了，地方政府收入更加困顿，是否会受制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本来就受制于中央政府，我都说了，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的这个权力已经大到地方政府已经没什么权利了。改革开放就是放权，把权力放给地方政府，结果中央政府财政有问题，每年都要跟地方政府谈判啊。后来就分税，分税就是中央有一个国税，地方有个地税，各收各的税，然后中央政府把地方地税给取消了，然后全部由国税收，然后再分给地方啊。所以说权力是受制于中央政府，那是绝对受制于中央政府啊。情况，加拿大第一针超过以色列成为全球第一，第二预计预约火爆，
我所在的公司要求9月前回去上班。疫情初期，我被国内的人同情。如果美国、加拿大慢慢变好，国内此起彼伏，还是靠最蠢的办法，严抓死堵。情况，我在国内的长辈们分别加入了老年大学的广场舞队、模特队和乐器队。老年大学有校长，有党委书记，把党员和非党员所有的队员都管起来。国家的纪念日都积极带队参加文艺表演，表现得很爱党。组织党员坐游轮去东南亚旅游时，游轮上竟然把国旗打出来，表演辣眼的旗袍秀。老年群里充斥着各种洗脑题和红色诗朗诵的各种视频。总之，党支部的书记、管理和洗脑无处不在，就是这样。提问：我是工业互联网的业内人，知道其实工业互联网就是个噱头。我相信那些研究专家也知道，为啥国家还硬着头皮去干这个？我觉得大家都被华为忽悠了吧？工业互联网跟什么相关？跟 5G 相关。5G 做出来就是解决物联网物联网万物互联。互联网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人跟网络的关系，解决的是人跟网络的关系。我通过互联网上网获得资讯，和其他人交流就说互联网就是上来就是人跟人的网络化。那么 5G 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5G 的这个基站密度要比其他的密度要高3倍那么整个的 5G 的成本要比 4G 要高10倍。目的是什么？万物互联，就是杯子跟茶壶互联，然后这个水壶跟这个热水器互联，通过这种互联实现所有东西都在线。那么我们通过互联网去控制这些物品，这叫万物互联。工业互联网就是物联网万物互联的其中一部分，核心的应用是工业互联网。工业互联网才有 5G 的存在，如果没有工业互联网， 5G 是不需要存在， 4G 就足够了。这里面的问题就是华为忽悠了全世界，当然主要是忽悠中国政府。他告诉大家，告诉中国政府，我们弯道超车吧。其他人不是，全世界谁都知道 5G 4G 后面就是 5G， 但是大家都在做 4G 的时候都知道 5G 没有条件。为什么？因为没有人去买单，买单的要工业互联网才能去买单。但是工业互联网你需要条件，要培养条件，要商业上能够成立，有商业模式，你工业互联网才能推行下去。但是这个条件不成熟，所以工业互联网是做不下去的，因为你没有商业模式。那你没有商业模式，谁为 5G 来买单？没有人买单，没有人买单， 5G 就没法动。那华为就跟政府说，趁着他们没动，我们先搞起来，让老百姓先掏点钱。就老百姓在掏钱。为什么？ 5G 上网贵，用 5G 的收费来为他的 5G 的这个网络买单，但是买不了单，老百姓不愿意掏那么多钱，多掏一点行，多掏太多没有意义，因为你 5G 没有比对个人上网来说 5G 并没有比 4G 好多少。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华为绑架了电信行业，同时把整个电信行业给捆在了一起，现在都在泥潭里翻滚，还得滚多久不好说，因为你不知道工业互联网什么时候能起来。工业互联网不起来，中国的整个的电信行业都在泥潭里翻滚，你就看吧。这就是国企，国企就干这种事情，他根本不在乎挣钱的问题。当他不在乎挣钱的问题，他就走不远。这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计划经济会破产？为什么社会主义走不通的原因？为什么？它不挣钱，不挣钱就活不下去。情况，去年注销一家注册在魔都的公司，税务成功注销后3个月，接受专管员电话，询问一张3年前的餐饮发票的出处，说这张票有问题，得去税务局说明情况。当时正处疫情期间，无法从帝都前往，最后无奈罚款8000，顺利完成注销。怪异的是，上周再次接到专管员的电话，说那家公司没做去年的汇算结清缴，要罚款。我直接怼回去说公司已经注销。隔天又打电话来催促，无奈只好找朋友帮忙处理，得到结论，搞错了，连魔都尚且如此，各地又会如何？就扒呀，现在就是使劲的扒，大家都在使劲的扒，使劲的扒，这是什么意思？盛宴已经进入尾声，厨房里的菜出不来了。情况，同学是县级市的副市长，负责双招双引，前几年全国学习、招商、媒体、电视台天天报道，去年开始偃旗息鼓，几乎没有任何消息，上新闻也只是过年慰问了老干部。观点，地方政府的钱耙子只有一个，以网络犯罪为名冻结外省的银行账号。这还有一个，这是这个公安局，公安局现在也是个钱耙子。所以你现在看，你把正路全堵上，地方政府把地方政府的正路全部堵上，地方政府就剩下了邪门歪道了。情况补充关于增值税下降的情况降多少？这几年历经了2次增值税税率下降，按行业不同，税率降幅不尽相同。在公司间未执行完的合同，一般会签订一个变相的变更协议，根据新的税率重新计算合同金额，而消费者就很惨。没有力量要求商家根据新的税率调整自己之前的售价。我自己就经历了购房合同签订交完房款后，税率下降，房地产商各种狡辩，不肯退回下降的税金，保利地产，共和国之子观点，不太同意老年人都是被洗脑的群体，我的朋友圈都是70岁以上的老人。但是我们自年轻时也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从不相信宣传。反观当下年轻人，则许多人缺少独立思考能力，这其实是个人知识层次的问题。当然，不可能全部刚才我讲话的可能不周延就是说我说的是老年人是重度消费，就是洗脑的重点的群体。原因很多，但是你说是不是全部？当然不是，也会有很多，也有很多保持清醒头脑的人，但是毫无疑问，老年人的主体大部分是被洗脑。我认为这个描述准确那么年轻人是不是也是大部分都是洗脑的问题？对的，其实我们可以翻过来讲，就是中国人大部分是被洗脑这个没有疑问好吧？情况，雄安新区2年前开始拆迁，被拆迁户不满意拆迁政策，各部门立军令状，并开誓师大会，保证按时完成拆迁任务。之后各个部门发挥各自权力优势，对施压无效的加以口袋罪，抓走刑拘。现今第一批安置房还在建设中，但定于6月底必须回迁，说是要限领，因为拆迁补偿款太少，好多人买不起认购的20平米安置房和需要交的各种费用，不想回迁，于是2年前的一幕又重新上演。情况，现在公务员也不好过，从严治党。现在河南的警察需要自我检举，要写成报告，不能敷衍。
啊，这不是从严治党，这是政法机关、政法系统，叫学习教育，就是学习教育运动啊，这在搞运动啊，整个的警察这个司法局啊，全部都在做。情况认识的一些大企业，当然可能很多原始积累是有问题，现在已经被黑社会化，出让股权，老板坐牢，不管涉及的案情如何，反正先没收全部财产再说啊，感觉是先入大，后面的小的也跑不掉啊，差不多是这样。上次不是我们在网上看见一个，就是湖北的一家企业啊，农业企业，他的老板给抓，19年前的案子啊，现在把老板抓起来，就500强，中国500强企业，我忘记叫什么名字啊。然后就他的女儿写了封公开信，说省领导，那把我们的企业拿走吧，我们已经管不了了，意思就是把我们的企业拿走，把我父亲放回来，就是一个这样的事儿。现在就是各地都在干这种事情。各地都在干这种事情，这个事情中央知道吗？当然知道啊，当然知道。那为什么不管呢？共产党不就是干这个事情的吗？他从这个建党开始，从红军时代不就在干这种事情吗？他从来没有停过啊。中共建政之后，什么叫什么？先是土改，土改是什么？剥夺地主啊。然后是什么？然后是公私合营，公私合营是什么？剥夺资本家。现在你说再干这种事情，不是中共一直在干惯的事情吗？他怎么管什么管？所以这件事情一定是会持续发生啊。情况，北漂，35岁 IT 男，为了预防中年危机，3年前入职了北京某国企啊，我的天，每天工作13小时，1/3周末只能单休，忍受领导的暴脾气和瞎折腾，赚的只有以前的60%。这国企成立只有9年，暂时还没有裁过大龄员工啊。你为了解决中年危机进国企啊，你这脑回路也是很清奇呀啊。情况，坐标上海，装修业和网络平台虚假宣传坑蒙老百姓，层层敲诈盘剥，管理他们的部门根本不作为，把上当受骗的老百姓推到法院去打官司，而不是进行整顿，管中窥豹，方方面面都那么污。如果装修行业不坑蒙拐骗，他能挣钱吗？不能挣钱。为什么？很简单，我举一个例子，学车，就学车在海外学车，你找老外学车，车费很贵啊，这个教车师傅收费很贵，呢，那于是呢，大家去找中国人，中国人收费便宜，去学完之后发现，中国师傅收的钱比老外还多，为什么？他中间来个这个，中间来个那个，他就很多花样让你掏钱，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中国人之间的内卷。什么叫内卷？他就因为没有人守底线，没有人守底线的时候，大家在竞争的过程当中，就有人干坏事。干什么坏事？干就是价格竞争的坏事。当你进行价格竞争的时候，中国人都不明白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就是物有所值这个道理。这个物有所值这个道理，中国人是从来不相信的。中国人觉得自己很聪明，我找一个价钱比他低的，我就省钱了。结果你学完之后发现，你这个拿出去的钱比跟老外学的还要贵，原因是什么？它中间各种花样。那在中国做生意也是这样，如果你不坑蒙拐骗，你一定会破产。为什么？因为没有人会理你，因为你的价格一定比别人高。你比如说你报价3万块，隔壁跟他说
我只要2.5万，结果这客人就去了2.5万，但没有人相信你是不坑蒙拐骗，但是你不坑蒙拐骗，你只能3万块钱报价，隔壁就2.5万，结果他真正的交的钱是6万块。中国的市场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没有人去守这个底线，政府不作为。政府为什么不作为？政府没必要作为，为什么？因为没有压力，他不作为，没有人管他，没有人在管政府。这个世界没有人管政府，他就不会做干正事。所以中国所有的生意一定是坑蒙拐骗，为什么？因为老百姓只选择最便宜的那个，他每次都选择最便宜那个。这个市场，这就叫什么？在经济学上叫劣币驱逐良币，市场上只剩下了劣币，就是这样。所以核心的责任是谁？核心的责任就是政府，政府没有维持秩序。情况，国企也会裁员，最稳当的还是编制公务员。以前国企大下岗，好多国企员工直接被一脚踹开，没有失业金，没有保险金，实在无德，也非常的冷酷无情。如果你相信政府如果你相信国企不裁员那你就是对中国太不了解了刚才那个网友说，为了预防中年危机，就直接去了国企姜文华做的一个最错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姜文华做的最错的一件事情就是回国，他不应该回国。就复旦大学发生血案的这个凶嫌叫姜文华，他是一个博士后，是个数学家，他跑回复旦教书，最后忍无可忍，把他们的院书记给手刃。他最错的一件事情就是回国。那么这位网友也是一样，你要知道，你回到国企意味着什么？如果你是个技术男，我劝你还是好好的吃技术，好好是吃你那口技术饭。国企政府部门是个什么部门？核心的问题不是你有没有技术？你在国企混，你在单位混，有2个条件，你想混好了，第一个你要有人，上面要有人，上面没有人，你就准备在底下做那个小蚂蚁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能干坏事，就是一起跟领导干坏事，帮领导干坏事，领导想到了没干的坏事，全把它给全干了。你做不到这2点，你就不要去国企混，也不要去政府混，因为你在那里混得比私企还惨，你信不信？所以在这一点上很多人觉得这政府单位可靠，这个叫什么？叫什么稳当？这共产党什么时候可靠过？你想一下，共产党什么时候可靠过？如果你不是在上面有人，上面有人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真的要成为共产党的那部分，你不是他的那部分，你全是蚂蚁，没有区别。情绪，老早就听毛老师讲过，没有政治权利就什么权利都没有，只是一听并没有认真思考过。随着所见所听变多，豁然开朗。王老师诚不我欺。川普拼了老命似的让 CCP 买大豆，让给农民争权利跟利益，凭啥？宽松了那么多的货币，却不给地方政府挥霍，直接发给人民，凭啥？没有选票，你就是所有既得利益者眼里的韭菜。模块镰刀抓住所有可能的机会狠割，反正我不割，也让别人别割传承不成，也不差我这几刀。没有政治权利的人民等于啥都没有，非常对。你没有政治权利，你所有的权利都没有。什么财产权、生育权、什么平等的权、什么表达权，什么权利都没有。没有政治权利，你的所有的权利都没有。
你看一下现在的香港，你就知道这个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当中，你才会知道你原来有什么权利，你现在没有什么权利。情况13年前，习近平刚上台，大力反腐，提倡依法治国。我对习的印象不错，但朋友当时就对我说，习比胡更左，对言论的管控更加严厉。这么下去，中国要完蛋。他当时就拿着申请投资移民美国。到了18年修宪，我觉得情况不对劲的时候，他已经全家拿到美国绿卡，国内财产全部搬空。而当时申请投资移民排期已经长达10几年。再看看当今中国的样子，感慨万千。人的远见以及对时局的判断真的太重要了。情况2019年被京东的一个叫麦克商圈的项目割了韭菜，相当于花了6万买了一个根本不能盈利的网购平台，全国涉案上亿元，2000多人被骗，大家都去北京总部维权。北京的派出所和法院全部包庇京东，200多人起诉，胜诉寥寥无几，所有的人都不能盈利，所有的举报渠道都尝试了，没有任何回复。在国内维权太难了，特别是京东这样的大公司。维权是什么？维权就是找回你原有的权利。还是那句话，当你没有政治权利的时候，你所有的权利都没有。如果你碰到像京东这样的大对手，中国人除了耍赖没有别的办法。大家记住，在中国没有其他的办法能够获得你的权利，只有一个办法，耍赖，耍赖到底。那你要付出你的时间，付出你的精力，甚至付出你的职业，可以说你要付出你的人生去耍赖，耍一场大赖，才能得到你本来就应该得到的东西。这就在中国，中国的现今社会就是这样。这叫什么？刚才那个教授说得很清楚，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信任危机。为什么会有信任危机？大家都得耍赖，才能得到不能全得，但至少我能得到一部分。什么台式抗议啊，什么各种你怎么堵路啊，用各种方法耍赖啊。观点最可怕的洗脑，并非所灌输的那些内容，而是根本摧毁一个人独立思考、科学思维、逻辑推理的能力。国内50后老年人很多缺乏基本的科学素养和逻辑思考能力，这导致他们即使在个别具体问题上觉悟了，也很难整体的反思自己对国家、对中共的认知。我认识一位老人，一边大骂毛泽东祸国殃民，一边却深爱中共，恨西方，这才是不可救药的。王老师你好，第一次在你的直播里提问，请问 CCP 的政审连坐制度是针对老百姓的，还是他们高层也这样？为什么出来于强生的事，于正生还能升上去？政审政审当然是个工具，什么工具？筛选工具。政治审查是不是能够确保不出事？当然不能。但是为什么要政审？政审就像我们现在招聘一个人，结果来了1万人，那怎么办？我要筛选出来，那我就提出一些条件呗。常春藤，哗，马上就剩下了10个，我招1个，对吧？我就提出一个要求，必须常春藤学校毕业，哐嚓1万人就剩下了10个人，10个人我们再挑，不要女的，哐，剩下了一半，剩下5个，然后5个里面再提若干个条件，剩下1个，这就是我想要。政审是什么？政审就是筛选的工具，用工具把那些来的人减少。为什么？中国一向是供不应求，供不应求包括任何领域，包括机会，机会最珍贵。政审就是一个筛选工具，把机会留给我想留给的那些人，这就是政审。
至于说政审后面为什么有些政审看上去应该不合格，为什么又合格？既我这个工具可以用，也可以不用啊，对吗？我想发生在他身上，就发生在他身上；我不想发生在他身上，还有什么问题吗？直接把档案拿过来，就这个人，不就搞定了吗？什么叫独裁？不能质疑的权利叫独裁啊，这就是独裁啊！观点：我在韩国的朝鲜族发现，包括很多朝鲜族的中国人一直妖魔化韩国，瞧不起韩国，不掩盖大中华思想。从已申请开始到现在，这些人至少拿韩国政府拿1000美金以上的补贴。这些人如果在中国连100人民币都拿不到，我的体会是，韩国跟中国的差距其实跟日本的差距差不多，至少有50年以上。那是为什么要妖魔化韩国？精神胜利法，他跑到韩国去，本来低人一等嘛，中国人觉得中国人没有同平等的概念，中国人跑到那去寄人篱下，那我就低人一等。这个中国人自己这么想，别人是不是这么想不一定，但中国人肯定是自己这么想。那为什么要去妖魔化韩国呢？很简单嘛，我精神胜利法一下嘛，阿 Q 精神。观点：王老师说的没错，国企混得好，关键是上面有人，加会来事儿，会来事儿，这太什么？会干坏事不叫会来事啊。观点：政府权力不受限制，没有人或者组织能够监督政府，这就是中国制度最大的问题。民主的本质就是对公权力的制衡。民主的本质是什么？民主的本质就是老百姓都有权利，这是民主的本质。老百姓每一个人都有政治权利，这就是民主的本质。老百姓有权利，每个人都有权利的时候，他才能够制衡公权力。民权首先要确保民权，民权确保，公权才有制衡。没有民权，公权怎么制衡？权力都是相对的啊，你的权力大了，我的权力就小；我的权力大了，你权力就小啊。情况本人是装修行业，很多装修队都是先来套餐价，之后就各种增项，其中最猛的省水电增项，就是这样，这就叫劣币驱逐良币，给你一个便宜的，大家进行价格竞争，你报1万，我报8000，我报6000，我报5000，最后这个客人就5000，就要了5000，结果他付了多少？付了2万，中间就会增项，就搞名堂。那就是在中国现在的制度之下，你是没有办法做好人的，你只能做坏人。差别在哪里？你有多坏的问题，你良心有多么泯灭的问题啊！情况：我08年毕业，去了国企，月薪1万左右，工作了4年，毅然出国。亲戚朋友无一强烈反对。前几天前同事问我出国的问题，我说他们现在工资5000，我简直太诧异了，这样的物价，工资还要减半，日子真太难过了。观点：等到民众躺平，地方政府也躺平不作为，经济活动大幅下降，那中共以经济增长为政权合法性的借口就没了，势必要用更极端的方式控制社会，代表社会气氛只能越来越肃杀，而且回复的机会渺茫。为什么中共会一直走下去？就我刚才讲，就是中共它的自信心就爆棚的原因是什么？就手上有钱，中共从来没这么有钱过，那手上很多钱，这头有工具，这工具很厉害，能抓人，能抓到每一个人，穿透式的监管，大家不知道穿透式监管是什么？所以我经常讲，中国股市就碰都不要碰，为什么？中国证监会有穿透式的监管工具，就是
就是你中间隔多少层，它都能找到你。所以中国股市你要坐庄，在中国证监会的终端上，一个一个全在那儿待着。那你想想看，它还是个赌场，为什么？就是他自己本身他就是个庄家，那你想想什么情况？所以你还能去炒那股市吗？所以这就是现在的问题。中共现在为什么处于一个这样的状态？他知道吗？他知道一部分，他有些东西选择性失明，他就看不到。情况关于恒大，收到一个房地产销售信息，恒大佛山的房子现在有个恒大网红楼盘，明天全线打7折啊！你是在卖广告吗？你得付点广告费吧啊！王先生能谈谈恒大吗？好像资金链又出问题。我从听到恒大这个企业到现在，它的资金链就从来没有健康过，时不时的传出一些资金链的问题，然后就是年年难过年年过啊，它都过来。但是最近有一些特殊性，就是人民银行要求商业银行、工商银行，还有几家就是跟恒大往来比较多的这些贷款比较多的这些银行做一个压力测试，就是万一恒大要真倒了，你有没有影响？这个信息对市场冲击很大。就是说，这人民银行这个动作不一定代表恒大会出问题，但肯定政府是在做恒大万一倒的准备啊，这肯定是在做。我记得今年年初，不知道3月份到4月份，恒大有封信，这封信是我相信是恒大放出来的信，就是关于这个深深房的问题啊，就是让深深房完成这个并购啊，恒大地产上市的问题。那当时恒大自己讲得很清楚，恒大要倒了，那社会影响非常的大，他讲了一堆的数字。那这封信肯定是恒大，如果政府不搞定这件事情，恒大是过不去的。应该是我印象中是1200亿的战投啊，1200亿的战投它是还不了的，这笔钱它拿不出来。那么战投要变成股东，最后政府出手帮助恒大跟这些战投打招呼，说你们不要再去问他要债了，还是全变股东吧。结果把谁给坑了？把这个苏宁坑了。苏宁的老板啊，行，拍胸脯，好，我过，我支持。结果苏宁的老板自己完蛋，所以这笔钱对他来说影响挺大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卖电器根本不挣钱啊，他拿着现金流，可是这个苏宁的老板拿着现金流去投资，你不疯了吗？这个那钱不能回来的，那是。结果钱回不来，钱回不来的结果是什么？苏宁就失去苏宁，所以就是这样。所以恒大有没有问题我不知道，但是恒大肯定政府是在做一些准备工作，这是肯定啊。政府想不想恒大倒？我讲政府不想恒大倒，恒大要倒，冲击太大。为什么？恒大中国第1大房地产企业。它会不会引发这个金融风潮？不好说，真不好说。你想，人民银行让工商银行做压力测试，说明什么？说明它的冲击力是真的是非常大。观点第一次发言说，我观察到的现象，周围10个人里面大约有7个不关心政治，但是你说真相是真的反感，大家觉得你是愤青，当然也会知道现在腐败。但是一提到欧美，就觉得帝国主义能剩下一个看清楚，这些就不错了。国内洗脑真的很严重。情况坐标张家口，冬奥会要开了，北京周边有污染性的小企业无预警被贴封条，许多临时工瞬间失业，而且走投无路，没有任何补偿。被封的时间据说，直到明年5月，什么样的政府就会有什么样的方式对待民众，这个肯定是
前一阵子这个叫什么唐山全封，钢厂全封，为什么？污染上来。那这最近又解封，为什么？钢材价格上去，所以中共的政策，中共治理国家就是一个和面，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齐抓共管力度很大，一加很多面，哎，又干了，那怎么办？再加水吧，水又力度又大了，大了怎么办？再加面，这个盆不够了。中国的治国方略，习近平的治国方略就是和面，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盆不够了。观点：坐标某省会城市，从小身边的同学上学比拼的都是谁家有关系上更好的学校，因为我父母只是普通工人，不能给很多的支持，所以一直很羡慕周边条件好的同学，也一直觉得我父母有问题，直到看了王老师的节目才知道是这个社会的问题。感谢王老师让我了解到这个世界还会有其他的样子。谢谢啊。林线萝莉控谢谢 John Snow 谢谢唐伟谢谢七han choi 蔡志雄应该是这个名字吧刘玲谢谢 Jackie 平谢谢 CJ 翠谢谢林杰谢谢 KDK 谢谢姥姥王谢谢端午节快乐，请王老师吃我最思念的台南菜种年轻时代的美好回忆。好，谢谢姥姥王，谢谢。好，那我们 YouTube 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Amy 交给你了。